前几天，中国双航母出现在西太平洋，突破第二岛链的消息，在德国媒体也有所报道。当然了，狗改不了吃屎，德国媒体一贯都是那个尿性，那就是负面报道，充满了双标。我记得这2年，德国派过2次护卫舰穿越中国南海，去搞所谓自由航行。他们不远万里跑到中国家门口干嘛？中国的航母出现在西太平洋，为何又不可以了呢？其实我更希望看到中国的航母战斗群出现在大西洋，出现在地中海，出现在波罗的海，出现在墨西哥湾，出现在纽约附近等等。咱们来看看德国焦点新闻是如何报道中国双航母现身西太平洋的。太平洋上的强势挑衅，中国双航母穿越美国岛链防御体系。中国首次向西太平洋同时派遣2艘航母，这一挑衅行为加剧紧张局势，直接挑战美国主导地位。中国首次在西太平洋战略要地同时部署2艘航母，展现海军实力。据彭博社报道，这一进展既显示了中国海军现代化成果，也可能加剧地区现有地缘政治紧张。辽宁舰与山东舰在所谓岛链防御线外缘展开行动，该防线原由美国及其盟国设立，以遏制中国海洋影响力。凭借逾370艘舰艇的规模，中国海军已成为全球最大规模海军，显著扩展了军事投射范围。美国曾在西太平洋及中太平洋设立3条岛链，只在冲突时限制中国进入相关海域。日本确认航母动向。作为美国紧密盟友，日本证实中国航母已突破该防线。日方军事部门通报，辽宁舰出现在连接日本关岛至新几内亚的第二岛链以东海域。同期，山东舰率4艘护航舰艇在宫古岛附近的菲律宾海活动。据新闻周刊披露，该编队包括驱逐舰、护卫舰及快速战斗支援舰各1艘。山东舰编队突破第一岛链的具体时间仍不明朗。国际反应各异，日本特别关注中国在其冲之岛礁专属经济区的活动，联合国则重申各国在该区域享有航行与飞行自由的权利。前海军军官，中国海军舰艇数量全球领先。据美国海军前潜艇军官汤姆·舒加特评估，按舰艇数量计算，中国已成为全球主导性海上力量。澳大利亚海军分析师亚历克斯·勒克向新闻周刊表示，中国将航母舰队视为增强太平洋影响力、制约美军行动的关键工具。随着第3艘航母福建舰即将服役，中国海上打击力量将进一步提升。朋友们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在线民调，您认为中国可能会攻击台湾吗？看结果，高达72%的网民估计会，仅18%的人说不会。继续往下，中国不认为自身有任何过错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2在北京记者会上表示，中国军舰在相关水域的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，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。好，现在看看网民评论。第1条评论，看起来这条航线的航行是符合国际法的，那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？继续往下，让我不满的是，其他人竟敢持与我不同的观点，甚至还公然表达并付诸行动。我们西方视角亦是如此，中国人啊，怎敢做出令我们美国人不悦的举动？再往下，但这则消息有何特别之处？众所周知，任何国家都享有在国际水域航行自由的权利，而中国在行使这一合法权利。下一则，简单思考一下，德国不是也派出其令人瞩目的远洋舰队穿越过台湾海峡吗？为什么中国没有资格这样做？难道仅仅是因为美国拥有更强大的舰船？继续往下，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，为此向国际水域派遣了2支航母战斗群。看跟帖，
这个所谓的价值观西方自称只是防御性联盟，在国际水域部署了多少艘航母呢？再往下，看来美国这个霸主该开始担忧了。中国正在太平洋主张自己的权益。下一则，什么是国际水域中的岛链防御线？继续往下，当前或许是中方进行军事较量，以展示实力的恰当时机，因为西方军事联盟正处于明显弱势，欧洲正陷入乌克兰战争，若无美国支持，欧洲盟国无力对抗俄罗斯。若中方采取实际行动，西方世界将陷入全面动摇，美国无法同时应对所有危机，却被迫四处出击，已接近能力极限。欧洲此刻在做什么？欧洲仍在年复一年地讨论如何与何时行动，仿佛时间取之不尽。下一则，中国在其水域外行动即构成挑衅，为何当中国行使与其他国家相同的权利时，就被视为挑衅呢？继续往下，这是一则经过操纵的新闻，它试图让我们读者相信中国航母非法进入了美国领地。然而，文章结尾处却给出了相反的说法。我印象中的焦点新闻本该是事实，事实还是事实，难道忘了吗？下一则，这些评论似乎直接来自中国或俄罗斯，这些国家企图强行夺取世界霸权，对美国人的嫉妒昭然若揭。先是普京开启恶性循环，如今习近平又升高对台湾的挑衅，可憎的权力狂政客对人命毫不在乎。接着我们看看《世界报》的网民评论。第一条评论：如果一些人不是总贪得无厌，世界本可以如此和平。继续往下。当然了，中国派出2艘航母四处游移，想把美国人赶走。有人统计过美国那7支航母舰队战斗群在这片海域出现的频率和范围吗？宣传战从四面八方而来，没错，中国想要更多影响力，没错，美国也想要更多影响力。再往下，日本在技术上随时都能制造出原子弹和导弹，说不定美国哪天演习时还会弄丢几枚呢。下一则，与中国不同，日本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，但挑衅日本民族性格绝非明智之举。想必中国也心知肚明，所以不会有什么动作。咱们继续往下。美国必须采取反制措施，向盟国菲律宾派遣2艘航母，向中国传递毫不含糊的信号，其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监视。下一则，数十年来，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航母在各大洋游移，被视为理所当然。如今，中国2艘航母现身，却被直接解读为威胁。西方长期对其他国家施加同样的威慑效果，对此无人关心。下一则，中国不过是在效仿美国展示存在。伟大的美国曾将利比亚和伊拉克炸成废墟，如今我们正承受着这些国家涌向欧洲的移民潮，这就是美国政策的成果。美国隔着大西洋全身而退，留给欧洲的是烂摊子和随之而来的移民浪潮。咱们看跟贴，来自利比亚的移民潮并非主因，我们的问题更多是自作自受。那些打着我们民主旗号招揽人心、都施恩惠的人，自然会有追随者。看下一则。目前这一切还只是武力炫耀和肌肉游戏，但必须承认，世界正日益逼近核战争或第3次世界大战的边缘。全球资源争夺正将大国推向极限，未来可能愈演愈烈。像德国这样的小国，面对大国的军备扩张，也不得不大幅加强武装，这使得资源争夺更加激烈。我认为中国对台湾的军事行动只是时间问题，一旦发生，将如同俄罗斯进攻乌克兰般无法阻止。唯一区别是，小小的台湾可能在数小时或数日内就会沦陷。
尽管世界动荡，我们当然不必恐慌，但也不该毫无准备或一无所知。继续往下，凭什么中国不能这么做？我们的媒体无休止的宣传。我毫不怀疑中国能制造出先进且可靠的尖端技术。这种认为只有西方才能生产优质可靠产品的狭隘观念，我猜他们在很多领域已超越我们，但有些人就是难以接受。我看呀，西方很快就要落伍了，这种傲慢真令人震惊。好，朋友们，最后我们看看 MSN 平台的网民评论。第一条评论：日本首次观测到中国航母在西太平洋演习。简而言之，西方媒体意识形态者要么忽视了，要么刻意淡化一个事实：西方也在大规模扩军。中国航母在西太平洋演习，这完全合法，不是吗？难道西太平洋属于西方或美国吗？中国同样有权在该海域自由行动。所谓现状只是西方发明的概念，且正被西方、美国及德国海军单方面主张和改变。继续往下，前不久不是也有一艘德国护卫舰在南海航行吗？怎么看最后一条评论？在自己的花园里监视邻居是正当的。好的，各位，从以上众多评论看，本期节目里网民们的评论总体还算正常。不少人认为中国完全有权开着航母在国际海域自由航行，西方不是也这么做吗？也有人认为中国这是在秀肌肉，不过中国海军越来越强大，现在已经突破第二岛链，这是好事。希望今后多去丑国家门口自由航行，比如洛杉矶、纽约、迈阿密等等，到他们家门口，到他们附近兜兜风。他们不是隔三差五在南海搞所谓的自由航行吗？中国早就该以牙还牙，恶心他们了。话说了，所谓现状是每时每刻都在改变的，哪有一成不变的东西？川建国不是转眼就改变了主意吗？